如果你正在穿越情感的混乱与成长，欢迎一起走进这个跟我一起疗愈你的身心灵的空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心灵柔，我是柔柔。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？不管是当你在吵架冷战的时候，或者是当焦虑依恋的你是在等对方讯息的时候，等他有空想起你，等他跟你说话，或者等他先让步，在等待的时候，这种焦虑和不安会让你觉得他是不是没有在想我啊？他是不爱我了吗？他不在乎我了吗？之前我们讲过，焦虑依恋总是在感情当中不断的担心自己是不是做得不够，担心自己是不是做错了，总是担心对方会离开自己，总是担心自己不够好。即使你们还在一起，即使这个连结还没有断裂，即使还没有真的分手，但是你也觉得你自己好像随时都会失去对方。这样子自己在内心不断的自我对话，其实就是情感连接的损耗。今天不管这个对象是你的情感对象，或甚至只是朋友、家人，或是工作上的伙伴，当你把你的情绪和心思全部都绑在对方身上的时候，你每天的情绪起伏都会跟着对方的冷淡或者回应而上下波动。你会花很多的时间去猜测、去讨好，或者是去维持这段关系。然后到最后你发现你好像把你自己所有的精力，把你的所有的爱都给出去了，却忘记留一点给你自己。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会生气，会失望，会不满，觉得为什么你都不懂得我的情绪，你为什么都不会回应我的失望与我的伤痛。其实这些情绪就是你的灵魂在告诉你说，够了，我应该回来爱自己了。我相信尤其是焦虑依恋的大家都会觉得，当我生气抱怨对对方不满的时候，是不是我自己情绪管理不够好，是不是我想太多，我太敏感，是不是我要求太多，我要求太高。但其实当你生气或者对对方的回应态度感到不满的时候，当你开始对这种不平衡的互动觉得受够了，这其实不一定是坏事，而这是你的灵魂在提醒你，你值得好好的被爱，而不是被敷衍或者被忽略。你已经努力很久了，现在你应该回头好好看看自己，你需要的是什么。这也是你的情绪在告诉你，你必须要回到自己。因为当生气和不满出现的时候，是因为你的内心深处真的知道，这一种持续的损耗不是真正的爱。真正的爱不会让你失去自己，不会让你怀疑自己的价值。真正的爱会让你感到被支持，被尊重，有人可以接着你，让你在这个爱里能够成为你自己，能够做你自己，能够以你自己为荣。所以当你意识到自己有生气或不满的情绪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，我们不要责怪自己，我们都需要对自己宽容一点，这是爱自己的第一步。所以当有这样子的情绪的时候，我们不要急着把这个情绪压下来，也不要急着去忽略它。你可以在这种时候问问自己，这是我的灵魂想要告诉我什么？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？我想要怎么样的被爱，怎么样的对待，我想要怎么样的关系。因为这些情绪就是灵魂爱你的提醒。那如果你跟我一样，有时候在关系里面会觉得好累，这种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做，去切断这些损耗你的连接，让能量回到你自己身上呢？今天我想分享3个很实际的方法给你。第一个方法是停止过度的付出还有等待。我们因为很想要被爱，很想要被在乎，所以就会一直主动的去找对方，或者即使有时候觉得明明就是对方的错啊，可是还是会忍不住自责，或者怀疑自己是不是我做错了，或者是因为害怕失去这段关系，会忍着不满，忍着委屈，忍着那个明明是应该他先道歉，他先认错，或者应该他先联络我的这个念头，然后去主动联络对方，甚至已经太习惯了立刻回对方讯息，立刻给对方回应，结果反而让对方把这些当作理所当然，变得不珍惜你。你现在可以开始练习的是，如果当他传一些像是我到家啦，我正在工作啊，这一种比较交代式的讯息的时候，你不需要立刻回，你也不需要给太多的能量去维持这个对话。这不代表你不在乎，而是你要学着把这个等待和急着维系的这个能量先收回来给自己，照顾你自己，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他会发现你好像不是那个只会等着他回应你的人了。这种空白空拍的时间才会让他有时间跟机会去感觉到你的存在，你的爱，你的能量的重要性。通常在一段关系里面都会有追的跟逃的那个人，尤其当我们在讲到依恋类型的时候，常常焦虑依恋跟逃避依恋是会互相吸引的。当焦虑依恋的我们不放下这个 chaser 这个追的人的角色的时候，你追对方就会逃，
能量的互动就是这样子。当你把能量收回来，后退一步，把这个空间空出来的时候，即使不说话，对方也能够感觉到，你反而给他的空间能够来靠近你。那第二个方法就是用爱自己的行动回到自己。当你在忍不住想他，想要确认他的心还在不在你这里，他有没有在想你的时候，你可以先停下来问自己，我现在是因为害怕失去他才想要找他，还是我真的想要把我的快乐分享给他？因为如果你是因为害怕而联系，那这样子的能量他会感受到一个你需要什么，而他必须要给你什么的一个能量。如果你这个时候察觉到自己的这个心情是因为害怕，那我们就先暂停这个行为，转而去做一件能够让你回到自己的状态的事情。比如说放下手机，出去散步，做运动，洗个热水澡，或甚至是追一个喜欢的剧，买一杯自己喜欢喝的饮料，或者是我后面会带一个冥想，让大家可以试着做做看，或者是去做一件你一直想做可是一直没有做的小事情，不管是去看一部电影啊，去洗个头，去做个指甲都可以。这些很小的事情会让你觉得，我的快乐其实不需要依赖或建立在他的回应上面，我自己也能创造出来，我自己也能给我自己这个安全感，还有被爱、被照顾的感觉。像我前一阵子自己在这样子的焦虑、不开心的状态的时候，我就决定好，我今天要出去外面跟人家洗头，我今天要去采个耳之类的。现在这样听起来好像会觉得这没什么吧，做了心情会多好哦，真的有差哦。好，第三个方法是设定内在界限。这时候你要告诉自己，我值得被爱，我值得被在乎，但是我不需要用等待、用消耗自己的方式来换取对方的爱。这个练习我自己前一阵子一直在做，我发现持续的这样子与自己对话，我真的从以前那种只要对方一消失不回应，我就会很焦虑、很慌张，想要急着追问怎么了，我做错了什么的状态，变成是我很确定自己很好，我值得被爱，我值得很好的对待，我反而就不会去追了。我可以很勇敢、很直接的说出我的不满，为自己站出来。你想想看，今天如果是你的好姐妹、好朋友遇到这样子的，不管是感情对象或是被这样子对待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告诉他？你一定会站在他这一边吧？你一定会想要为他站出来，为他发声，为他说话。那为何不试着也为自己这样子做呢？当我们不急着回应或是给予对方的时候，这不是要你冷漠或冷淡他，而是让你能够在爱里面保有自己的空间，而不是把你的能量全部都放在对方身上。当你练习把注意力拉回自己身上的时候，你会过得更轻松，你也更能够感觉到自己的价值。你会发现，当你停止不断的付出跟等待的时候，真正属于你的爱和能量会慢慢的回到你身上。而当你开始回到自己，真正健康并且稳定的爱也才有空间走进你的生命里。请你先找一个让你可以安心不被打扰的空间，然后舒服的坐下或躺下，慢慢的闭上你的眼睛，深深的吸一口气，在心里对自己说，我准备好回到我自己了。然后慢慢的吐气，把今天累积的焦躁和疲惫从你的口中或鼻息里轻轻地释放出去。再做一次深呼吸，吸气的时候，想象你吸进了温暖的光，这股温暖的光进入你的胸口，填满你的心，为你带来平静的安全感。吐气的时候，想象你所有的担心、焦虑，还有等待对方回应的渴望，一点一点的被释放出去，像烟雾一样消散在空气中。现在你可以在心里或者是说出来都可以，这样子的告诉自己，
我不需要再透过等待、透过讨好来换取爱和尊重。我值得被爱、被看见、被接住，但我不需要用损耗自己的方式来维持这个连结。然后再深深的吸一口气，感觉你正在把你的注意力收回到自己身上，把你的能量，把给出去的爱，通通收回到你的心里，收回到你的身体里。你现在可以想象，在你和那个人之间，那个你觉得损耗你能量的人之间，有一股能量连接。你可以想象那个连接是一条灰色的细线，连接着你跟他的心。你不需要去恨他或者责怪他，你只要在心里告诉自己，谢谢这段连结带给我的学习。现在我选择收回我的能量，然后想象这一条线慢慢的松开，或是断开，或者你可以想象你用剪刀切断了这条线，让这一条属于你的能量慢慢的流回你的心里。然后再做一次深呼吸，吸气，想象你被温暖的光包围着，这个光是爱，是安全，是支持，提醒着你，当我开始爱自己的时候，真正的爱就会流进来。你不需要再透过等待别人的讯息，透过对方的回应来确认自己的价值。你可以安静地感受这个状态，慢慢的呼吸，感受你的心正在被自己温柔地拥抱着。你也可以试着用双手环抱自己，拥抱着自己，在这一刻，你知道你不是孤单的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，不管有什么样的情绪，都有我在这里陪着你，支持你，接住你。你可以这样子的告诉自己，有我在，有我在陪你，你不是一个人，我会陪着你，我会接住你，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情绪，
孤单、委屈、愤怒、难过都没有错，这些都是我的一部分，但它并不是我。看见了它，然后就让它走。你可以选择继续待在这个感觉里，或者是如果你准备好了，可以把手放下，慢慢的再做一个深呼吸，动一动你的手，然后慢慢的睁开眼睛，带着这份属于你的力量，回到你的日常里。